曼谷吃到飽怎麼選？是要登上星球郵輪，坐擁湄航河的絕美夜景，挑戰拉瑪的奢華日料饗宴，還是殺進地標 Icon Siam挑戰 Great Harbor 超廣百匯呢？3種不同玩法，3種極致享受，今天一次開箱給你。創世小夫妻，氣淘笑嘻嘻。我是雪人，我是雲流。今天是一個非常罪惡的企劃，我要帶領大家到曼谷吃3間吃到飽餐廳。第一家它是位於 Central World 的樓上，是日料的吃到飽餐廳，非常的期待。那我們就走啦。今天穿這麼正式，就搞得好像來吃什麼那個宴會廳，或是參加喜酒。今天來到一個非常高級典雅的 hotel， 抱持着一個比較隆重的心態來這邊吃到飽。竟然是在這麼高級的飯店裡面，一進來啊，剛一開電梯，尊榮感就來了。就叫 Nama Japanese Seafood Buffet， 以日料生食著名的。如果你今天在曼谷，你想要避暑、避開雨季，這間吃到飽餐廳是非常好的選擇，因為它的地理位置真的非常的好。我跟薛仁是也在曼谷吃過這麼多吃到飽餐廳，也好奇這間的品質、優缺點，也會想跟大家做分享。一進來拉瑪，我的美食雷達跟我的眼光，第一個先看哪裡？就是他們的海鮮跟日式生食區，噔噔噔，現點現做，做握壽司，或是去做生魚片的切法。這一區啊，從日式醬油醃制系列開胃，到鮭魚、鮪魚、甜蝦，甚至連鮑魚都有。這區雖小，但精華全包了。不想要吃生食的話，這邊還有鐵板跟燒烤區。這邊就是有師傅他們在這邊做鐵板跟燒烤，哇，前面上油滋滋噴香香的，香氣四溢。吃完生食想換口味，鐵板區啊也有煎餃、炸豬排跟炸魚排，簡單幾樣啊就可以滿足想吃熱食的胃。這一區啊也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你可以 DIY 你的生魚凍飯。想吃回本，看這區各種貝類、螃蟹、水煮夾，可以自製各種口味的蓋飯，想怎麼搭都行。旁邊還有生拌魚肉、泡菜跟納豆。好，我們先消化一下，準備迎接下一波攻勢。章魚一直燒，各式魚卵、甜蝦跟貝類刺身一字排開，哇，真的是爽翻天！而且值得讚許的是，他們補菜的速度真的蠻快的。我超想念我之前去北海道的时候，因為北海道的飯店都有飯店的早餐，然後你可以自己做你的海鮮飯。我要加超多的鮭魚卵，撒在上面會不會太奢侈啦？再弄點小干貝，再拿一個鮭魚。你知道吃這一碗在日本要多少錢？你可以無限量的撒你要的鮭魚數量，超奢侈的，這碗就很划算了。這邊是它的飲料區，但是我老實說啊，薄弱了一點點，只有唯一一台咖啡機，就一台咖啡機而已。生食跟熟食吃完啊，這邊是 dessert， 它有一些像抹茶類的蛋糕啊，或是 cheese 蛋糕，大福這邊也點得到。最後的甜點位請留給朕，滿滿的北海道直送好料，不管是大福、奶酪、黑糖蕨餅，還是抹茶 cheese 蛋糕，每一口都是道地日本味，這水準完全沒跟你在開玩笑的。非常期待的料理叫做蒲葉燒和牛，葉子加上和牛有什麼了不起？它是從蒲樹把葉子面拔下來，當成是基底。那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原因是因為我們把葉子跟和牛放在上面的時候，讓它的熱呢在這個葉子上面均勻的受熱，讓和牛不容易快速的被烤到過焦。蒲樹很特別，它的葉子的香氣超濃郁的，它有一個很清香的葉子的香氣，透過這燒烤將草本的精華融入在這個和牛之中。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很爽欸！哇靠，好好吃哦！上面撒了一些芝麻，然後有醬在上面，加上蒲葉燒淡淡的特殊香味，就是一些草本的香味。本身和牛的味道就已經很濃郁了，加上蒲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，真的好吃，這必點。芒果佐塔塔醬加煙燻鴨肉，擺盤得很漂亮。一吃下去，整個鴨胸味道撲鼻而來，有沙沙醬的調味，軟嫩適中。芒果本身有點甜味，加上鴨胸的肉味融合在一起，我覺得還蠻搭的。和牛鐵板啊，切的厚度我覺得倒是適中，7、8分熟的一個質感。
咬起來有一點點偏硬的，少了牛肉原本的軟嫩、入口即化的感覺，就可惜了一點點。但是它的肉本身肉質是好的，因為吃得到牛肉的鮮甜味，但是口感上我覺得不 OK， 不合格。我會比較建議大家接近日落的時候來，為什麼？因為大家可以看旁邊就是可以看到西洋帕拉貢，這日落的景色其實非常漂亮。那我也能想象晚上的景色應該更漂亮。但是我覺得很好，是因為它接近日落时分，所以它就會有布幕把它拉起來，讓陽光不會透進來。但是有時候你可以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真的還蠻漂亮的。還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奢侈，就是你可以單獨點一份這樣的一個生魚片組合，因為它會依照人份去給你適當的大小，擺盤就已經蠻漂亮的。大家耳熟能詳的鮭魚、鮪魚這邊也都吃得到，然後也有甜蝦、蟹肉棒等等。肉是新鮮的，品質大概都是中上之上。和牛鵝肝手卷有點像 fine dining 的菜色。鵝肝呢，它本身是西式料理，它融入在日料裡面。為什麼呢？是因為鵝肝它本身的香味非常的濃郁，加上它的醇厚度偏厚實的，搭配醋飯的酸味，再加上鵝肝的那些濃郁的味道搭配在一起，形成比較強烈的一個對比。好奢侈啊！我發現到他們泰國當地用的蘸醬偏甜了一點點，已經蓋掉那個鵝肝它原本保留那個香氣，蓋掉了那個食材原本有偏甜味。讓我用鮭魚跟大家乾杯，它是懸吊式的鮭魚體驗就對了，上面放了一些鮭魚卵，這個很有哦，很給哦。那我一口吃了。整個吃掉蠻爽的，北美厚實哦。那瑪它這邊的海鮮品質真的還蠻到位的，服務人員收盤速度其實也還蠻快的。平時下午來用餐，氣氛我覺得也還不錯，之外是人比較稀少一點點。點的是999的套餐，那它有一個比較高級版的單點菜色讓你選，可以4選2。選的這個是低溫舒肥牛舌配鵝肝，它牛舌非常的厚，低溫舒肥的關係，它牛舌非常的軟嫩，不會有那種你嚼不動的情況。鵝肝我剛剛吃的時候，味道沒有想象中很強烈的那種腥味。另外一道料理我們選的是鵝肝壽司，吃進去真的是入口即化，鵝肝跟下面的醋飯是一起融化在我的嘴巴裡面，可惜的是下面的醬油味道重了一點，蓋過了我鵝肝壽司的味道，是有一點點可惜。999的套餐裡面，除了單點4選2以外，其他的菜色是沒有辦法點到鵝肝的。我們在吃到飽裡面沒有辦法點到的東西，會比較有差異化。那因為其他的是什麼生蠔、生魚片，那就跟我們可以吃到飽的東西是比較雷同，所以我們就點了2道都是選鵝肝的料理。明太子烤扇貝現烤現吃是這邊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它會給一個小爐子讓你現烤。明太子的味道一般般，沒有到讓我太驚艷。這一道沒有到一定要點的程度，這道我覺得還好。現烤的明蝦真的還蠻新鮮的耶，它中間剖半，上面還有蝦膏，吃起來現烤的真的就是不一樣。接下來來試試雪人自己特調的 DIY 生魚凍飯吧。就是這個味道，就是這個感覺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就撒了很多的鮭魚卵，品質是真的很不錯。然後剛剛吃它的甜蝦也非常的新鮮，好好吃哦。Hokkaido 北海道的哈密瓜，它很貼心的是一顆一顆的切好，所以你只要用叉子就可以很優雅的吃。天哪，太 juicy 了！放在冰箱保存的關係，所以冰冰涼涼的，好好吃哦！沒想到我來泰國可以吃到北海道的哈密瓜。草莓可頌鬆餅，據說是他們這邊的招牌，但是我現在看到冰淇淋啊，我好想要跟哈密瓜摻在一起吃哦。原来的哈密瓜啊，怎么那麼貼心嘛？就可以變成北海道哈密瓜冰淇淋了，哇，是不是很罪惡？可以哦，冰淇淋的奶香跟哈密瓜融合在一起。可頌鬆餅剛剛在切的時候，有感受到它的鬆餅是很扎實的，上面有撒了鮮奶油跟餅乾屑，所以吃起來有扎實的口感。以及有餅乾屑脆脆的感覺，很像小時候在吃跳跳糖，在你嘴巴裡面嗶嗶啵啵
這樣子爆發的感覺很好吃哎，不愧是他們的甜點招牌。雙層抹茶蛋糕，下層抹茶餡，那上面是乳酪的香味。對我这個抹茶控來說，它的抹茶味道吃起来比較偏向綠茶，這個普普通通不會很甜的抹茶雙層蛋糕。趕快讓這個邪惡跟罪惡的產物入到我嘴巴裡面吧。一切開的時候，吃到裡面內餡的時候是溫熱感的，然後巧克力是帶點苦味，上面撒了一些糖粉，苦中帶甜。蛋糕本體綿密感比較沒有那麼足夠，有點太厚實了一點點，所以跟巧克力龍眼搭配在一起，順口度我覺得沒有那麼好。巧克力龍眼醇厚度太厚了，所以它在吃的時候像是在吃巧克力醬，而不是那種入口即化、很順口、很綿密的感覺。我覺得這個可惜了點。那吃到最後，你還會想再拿第二次的，就代表超好吃。甜蝦真的超新鮮的，我最後忍不住又去拿了，很大只又非常的新鮮。後來我又加點了海膽壽司，加一點點的醬油。海膽的品質有到中等的程度，海膽味道不是臭的，但是沒有到非常高等級的海膽，但是還不錯。以吃到飽來說，我覺得這個品質還算 OK 了。還有一點還蠻值得讚許，服務人員收盤送菜速度都蠻快的，人員真的蠻充足的。我跟薛仁來泰國啊，每一次都會很感慨，台灣的服務人員很辛苦，一個人要 hold 內場這麼多的顧客，但相對的來到泰國啊，你會發現到服務人員真的非常的充足，他在服務你的效率上面來講，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受。我會推薦這裡的菜色，絕對是他們的海鮮、牛肉和牛類的東西偏弱一點。第二個，我覺得應該是我在曼谷吃到這麼多吃到飽餐廳之中，景色最好、最高樓層的，給你帶來的優雅感跟氛圍感是有。而且說真的，你要在台北的地段這麼高樓的地方吃 buffet， 可想而知那價格一定會超貴。但是我們今天吃一個人最低也只要999塊泰銖而已。我沒想到 NAMA 的用餐環境這麼的棒。最好是選4點之後的場次，看到很棒的日落，以及晚上西洋帕拉貢這附近西洋商圈的夜景，比較不足的地方。每個菜色之間的水準是有落差的，有的非常的強，那有的它就在平均值以下會比較弱一點。所以有非常好吃的，也有可能有讓你踩雷的菜色。我們在吃的時候，它的醬油是給的是那種濃厚的，類似快要接近醬油膏的那種厚度跟鹹度，所以吃起來調味稍重，蓋過了食材本身的味道。想要知道說哪幾樣東西好吃，其實就照我們剛才影片中所跟大家提及的，有些餐點好不好吃，其實我們就會在影片中如實的呈現。那接下來我們把場景從西洋商圈這邊拉到昭披耶河，我們去體驗第2間的吃到飽體驗嘍。我剛剛還少講了一個重點，是大部分的菜色是你在桌上掃碼 QR code， 它會送到你桌上的形式，我覺得是真的非常的划算，然後又在這麼棒的環境，這也是 NAMA 很棒的一個特色。把場景從百貨公司拉回到昭披耶河，我們今天要搭乘一個郵輪，叫做星球郵輪。其實我們去年體驗過白蘭花和號跟昭披耶河公主號。星球郵輪它的船體跟內裝更優雅、更高級一點點。我想要知道不一樣的價位，它的郵輪體驗是什麼？最重要一點，可以在河濱夜市這邊登船，有點像是一站式的滿足。我可以在河濱夜市這邊逛街、吃東西、看美食、聽音樂。晚上有 feel 了，上個船，帶個朋友去喝個酒，看一下表演，好像蠻 chill 的。有別於在愛康石漾那邊去登船，感覺上有一點點不一樣。因為這邊有一些酒吧，會讓你的心情更放鬆、更 chill 一點。因為我們之前搭的2艘船都是比較平價、親民一點的價格，這次的星球遊船價位檔次再高一些，幫大家體驗一下有沒有這個必要升級再做更好一點的船呢？我們之前的遊船以及這次的星球遊船都是在 KKday 上面購買的，購買的鏈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。我們現在走到7號、8號倉庫中間，這邊有一個走道，走到這邊啊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小小攤，我們就依照你的船的名稱來這邊去領取你的船票。Pier 1 over there, right there.
Asiatique 它當初的歷史由來，它原本是拉瑪五世清朝末年，它原本是将这個 Asiatique 把它弄成是一個國際港，因為它跟歐洲的這些公司去做接軌。但因為航線的改變啊，那時候大概沒落10幾年吧。那沒有想到這次因為侏羅紀的公園關係，加上一些遊人體驗，讓整個園區的環境上都活絡起來了。登船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把貼紙貼在你的身上，不管是哪艘遊船都是，他們要控管人數，怕你上去偷吃偷喝。要登船前，我們到河濱夜市的碼頭，找到會有服務人員舉着星球遊人的牌子，認到這個牌子之後，我們只要在後面排隊就可以依序上船了。星球遊人的環境啊，走的是現代摩登風。1樓是安靜舒適的冷氣區，適合想要優雅用餐的人，想要吹風看景的朋友。這艘船的配置啊，絕對讓你滿意。它擁有2樓無遮擋區與3樓露天甲板，整體空間啊變得更加寬敞舒適。這種設計啊，就是為了夜遊而生，讓你一邊享受美食，一邊又有最開闊的視野，把湄南河的夜景盡收眼底。另外啊，跟大家補充幾個船上設施。出來玩啊，安全第一。船上啊都有規劃清楚的救生衣放置區，讓人很安心。如果想來點微醺氣氛，2樓有專屬的酒水 bar， 這部分啊是需要自費的哦。我把酒單拍給你們參考一下。最後甜點控別錯過，現場還有專人服務的冰淇淋機，不用自己動手挖，飯後一定要來上一支。船上的用餐方式是自助吧，接下來就讓我來為大家介紹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吧。首先帶大家看最熱門的冷盤區，這邊有拿不完的鮭魚刺身、鮮蝦跟貝類，喜歡壽司的朋友也有不少的選擇。但我個人很推這邊的泰式涼拌系列，像是青木瓜沙拉、辣味蝦仁粉絲，酸酸辣辣的超級開胃。熱食區當然少不了道地的泰式風味，這裡有標準的蝦仁泰式炒河粉、綠咖喱魚丸，看起來很勾味的泰式酸辣蒸魷魚跟咖喱炒海鮮。這邊有一道很特別的醬油燉魚頭，可以試看看。在這區就是肉食控的最愛，現切的牛排啊，直接排隊拿起來。旁邊還有很罪惡的起司烤菠菜跟炒魚柳。如果帶小朋友來也不用擔心，這邊有意大利麵、炒飯，還有薯條、雞塊這類炸物拼盤，絕對能讓大家吃得飽飽的。最後當然要用甜點來收尾，除了一般的小蛋糕跟水果，這裡還有特色的泰式甜點，以及看起來很邪惡的巧克力熔岩，拿幾樣配着河景慢慢吃，這才叫做享受人生嘛。這層樓我們包下來了，看都沒有人呢。有沒有屌？有沒有帥？整場我們包了，那種感真的哦。沒有啦，因為其實這邊算是他們員工休息區，我們已經有體驗過3艘的遊船了。這間的料理真的是比較好吃，中上的水準，不輸給外面大型的飯店所弄出來的料理。價格雖然高了一點點，但是相較於扎皮耶和公主號以及百良花爾號的食物品質來講，更好一點點。但是我一直以為船艙的裝潢可能會再更雍容華貴一點，或是更 fancy 一點。主持人帶氣氛的能力來講，稍顯薄弱一點點。普通，像現在後面他們就唱比較嗨的歌，很像在夜店的感覺，我覺得還不錯。氣氛上有點科技感啊，後面有個布幕牆，一點用心在它的硬體設施上面。
算的話，我會推薦帶家人來吃這間，長輩要讓他吃好，吃好最重要。所以你帶長輩來的話，就推薦你選這間。而且還有一點，他都会去補食物，接近9點多的時候上去，因為翻到他的一些食材陸陸續續還有補哦，比如說牛排啊、泰國蝦、螺類那些比較高等的食材。層次建議訂到第1層有冷氣房的，好好吃完飯，你大概8點多9點之後再上去，再跟大家一起嗨就好了。你以為所有的旅程都是這麼美好嗎？沒想到我們竟然在郵輪上遇到下雨了。我們要找一個位置坐。最後20分鐘左右的時候，我想說奇怪，為什麼大家都跑到2樓去了？对，原來是3樓頂樓開始飄雨了。你有在昭披耶河上面撐雨傘的經驗嗎？真的還被我們遇到了。撐傘看昭披耶河游渡輪，好像也蠻有 feel 的。突然覺得台風天記者真的很厲害。雨已經慢慢要停了，雨变小了，所以我們可以悠哉坐在這邊，好好欣賞結束的旅程，是有點實現自己的小願望哎，因為從來沒有從這麼高的地方去看河岸碼頭啊，好漂亮哦。接下來，我們把場景拉回到 Icon Siam，在這個高級百貨公司上面吃到飽。結果這間的品質真的是讓我們大吃一驚吶！我很想要趕快吃完buffet之後去樓下逛，從1樓上來之後，一層一層逛，我發現 Icon Siam它不止在1樓非常的漂亮，你一層一層逛上來，像我現在是在6樓的位置，6的位置它非常的高挑，有很多連鎖的餐廳都在這邊，而且說真的，有一些連鎖餐廳它價格不貴，但是你在 Icon Siam吃，整個很高挑，整個環境非常的氣派，我覺得我在這邊吃檔次感覺更高了一層。它是位於昭披耶河旁邊 Icon Siam上面的吃到飽餐廳，囊括了世界各國的菜色。这間吃到飽餐廳到底值不值得來，以及它要有哪一些優缺點，都會在這影片中如實的跟大家做分享。走進來，大家會發現到，哇，這邊用餐的環境非常的舒適以及寬敞，而且它每一個用餐區啊，都有明確的寫明說它這區是什麼樣的區域，因為它的屋頂是比較高挑的，加上它的燈光是比較柔和色系，所以你在用餐的時候，你會覺得氣氛跟心情非常的好。來到日料區，大家最愛的鮭魚刺身跟生蠔，直接先鎖定就對了。旁邊還有紐西蘭淡菜、鯛魚、青魚與各式的花壽司。最特別的是，這邊還混搭了炸魚、鮮蝦跟泰式烤豬肉串，不管想吃生鮮還是熟食，這區都能滿足你。西式料理區也很有誠意，想吃肉的有德國豬腳、油封鴨腿跟和牛燉肉，喜歡清爽口感的，這裡也有凱撒沙拉、芒果鮭魚跟各式起司冷盤。再加上鱸魚排、炒蘑菇以及各式麵包，不管你是肉控還是麵包控，這區都能滿足你。轉個彎來到中市區，這裡的燒臘切台看起來超誘人，脆皮豬肉、叉燒跟烤鴨油亮油亮的，一定要記得包個烤鴨薄餅來吃。旁邊還有比較特別的檸檬蒸鮭魚頭跟黃咖喱炒河蟹。最後再來幾個港式茶點，或者是來碗熱辣的麻辣燙，暖暖胃剛剛好。這區的口味稍微重一點，但超級過癮。先來點泰式臘肉沙拉跟一口包開胃，接着進攻冬陰功湯與馬沙曼牛肉，旁邊還有印度煎餅、海鮮煎蛋跟炸魚這些熟食，酸辣鹹香一次滿足。至於這個鐵板區，我必須老實說，今天的表現真的不如預期，不管是肉質還是調味，都讓人覺得蠻失望的。建議大家把寶貴的胃容量留給剛剛的生食或者是泰式料理比較划算，這區真的可以直接 pass， 沒有關係。最後來到絕對不能錯過的甜點區，這區的水準真的很高，西式甜點種類超級多，從經典的日式草莓蛋糕、紐約起司到超特別的榴蓮冰淇淋蛋糕跟芒果帕夫洛娃都有，旁邊呢還有現烤的焦糖蜂蜜黃油吐司，看起來超罪惡。
當然也少不了泰式傳統味道，像是冰脆石榴露、椰汁彩絲冰跟泰式刨冰，飯後來一碗酸酸甜甜的，超解膩。現在接近大概7點多的時候，我發現到整場都是滿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旁邊，哇，都坐滿，看坐滿滿的人。地理位置實在太優越了，很多人去完鄭王廟、大皇宮、臥佛寺之後，就會來到這邊順便用餐，加上又有 icon 實際上可以逛，所以它的地理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拿了一些刺身，切片的大小、厚度適中，新鮮度我覺得普普通通。再來重中之重就是它的和牛，上面的油花分布還蠻均匀的，所以你一咬下去的時候會有油脂的香氣爆出來，口感上扎實度我覺得是足夠的。炭烤過後，它和牛的香氣有慢慢散發出來，這家還不錯，我覺得推。公本康。哦，剛才那個服務人員直接幫我拿手套，因為他在觀察我在吃飯，多麼細心啊！好，那我先來吃他們大蝦，為大家先品嘗看看嘍。哦，那蝦好大只啊！老實說，新鮮度普普通通，重頭戲就是他們的生蠔，小只了一點點，迷你版。然後我們撒一點檸檬在上面去腥，好，然後一口吃了。還是覺得新鮮度差那麼一點點，是划算的，但是會有一點腥味在。品嘗和牛船麵 ，Come on，船麵難吃很難吧？我覺得它的湯可能不 OK， 那我吃和牛應該很 OK， 因為它和牛給很大片，大家看，和牛給這麼大一片。和牛還不錯，還蠻好吃的，肉是新鮮的。好，我剛才點了泡麵的麵條，試試看。老實說，我覺得它的船麵普普通通，船麵的精華是3位一體，麵、湯、肉都要合為一體。只要有一個不合規，我覺得這個船麵，我覺得就不給它合格了。湯我覺得太淡，少了濃郁厚醇，喝到最後會有一點餘味的感覺，它沒有多層次的香氣跟味覺。它清淡有一個好處是，因為它和牛的香味非常的香，其實我喝得到和牛的牛香味，我就可以理解它為什麼要做這麼清淡。油封鴨腿這麼大隻，大家看一下，油封鴨腿，先來咬了，應該蠻過癮的。鴨腿好吃，肉質飽滿，入口即化，外皮因為烤得有點焦焦，帶一點鴨油的特殊香氣。我覺得這個喜歡吃肉，這個不能錯過。泰式烤豬肉串，小巧精緻，因為是師傅現烤的時候，忍不住拿了2隻來吃看看。香氣我覺得還好，但是他們泰國當地醬都習慣偏甜一點點，習慣是早上的時候配米飯吃，變成是他們的早餐。不得不說，泰國的豬肉真的很好吃，加上它一點點甜甜的醬，讓我好想下飯。這道 OK， 好吃。泰式一口飲，開胃菜，好像也是一個健康食品。我想要先讓薛仁先吃看看。我聞到椰子香了，有開胃解膩嗎？它的確是我們說的泰式檳榔，可是有一點偏辣，檸檬味不夠多，那是蝦醬的味道比較重，有點辣。炸蝦天婦羅，它的麵衣是細細的，然後又不會過硬，口感是蠻好的。对，日本料理區再加1分。現在那個鐵板料理已經不知道負幾分去了。韓式炸雞，雞肉是軟嫩 juicy 的，那外面的皮也是有炸的脆脆的，包裹了滿滿的韓式醬。剛開始第一口吃下去就覺得甜，那後面辣味會慢慢出來，還不錯。這韓式炸雞好吃。松露雞腿堡，一口吃還行。老實說，我有點失望。看到這漢堡的時候，我覺得應該很厲害。麵包皮也是黑炭的漢堡皮，但是裡面有雞肉柴，雞肉你要弄到柴也是不簡單哎。鐵板區有一個問題就是調味都過鹹，裡面有美乃滋，又有起司，再加上它雞腿肉看起來本身也是有一點調味。所以總共加起來就變得味道太鹹了，吃不到雞肉的香味。店內的擺設它是一區一區的，它上面應該有一個投影布幕計分板，顧客覺得哪一區好吃就給他按+1+1。我剛剛跟學員吃完鐵板區，基本上全軍覆沒，日式區、中式區或者是亞洲食物區品質上都還可以，唯獨鐵板區真的不要去那邊踩雷。鐵板區請加油好嗎？接下來我們來試看看甜點區。
斑蘭糯米飯，再配上這麼大塊的芒果，不會過酸也不會過甜，剛剛好，然後再配上糯米飯，好吃。榴蓮糯米飯。榴蓮香味沒有到很濃，但是就是淡淡的榴蓮香，還不錯。拿的這個是巧克力布朗尼，我的印象會是甜度非常高。那我剛剛第一口但是布朗尼不會到太甜，旁邊佐的是抹茶醬，抹茶醬通常會帶一點點的苦，一個偏甜一點點的，再配上抹茶的苦味，它會中和掉巧克力太過於甜膩的感覺，所以我覺得他們在甜點上面調和味道其實算還不錯。然後來吃吃看馬卡龍，上下的餅皮是酥脆的，入口即化。那可惜裡面的巧克力醬相較之下又有一點點甜膩，但是整體的口感馬卡龍是還不錯的等級。蜜糖吐司佐香草冰淇淋，旁邊還有草莓醬。它的吐司整體是偏脆感的感覺，四面都煎得很酥脆以外，吐司裡面都吸滿了奶油，那旁邊還有一點點砂糖的脆感，再加上濃郁的香草冰淇淋，但是你整體吃起來會過甜過膩，所以旁邊佐了草莓醬，酸甜的滋味配起来就不會太過甜。这碗去已经被我點名好幾次了，除了這個之外，其他的其實都還不錯，它滿足了我想吃各國料理的慾望。比如說我有時候真的很想吃德國豬腳，想吃北京烤鴨，我在這邊可以一次都吃到。海鮮他們算新鮮嗎？你剛剛吃的那個泰國蝦如何？我認真講，不到中上品質，大概就是中等上面一點點，它的新鮮度。包含它蝦子有時候還吃到有一點點的糊，生蠔腥味有點重。這間它最大的優勢，第一個就是地點，第二個是它有各國各式各樣的料理。這三間我沒有辦法給出一個肯定的選擇給大家，因為這三間吃到飽其實都各有它的特色。河岸碼頭的遊人吃到飽，看景聽 live 演出，我覺得那個是最好選擇。拉瑪，因為它地理位置也實在太好了，在 Central World 旁邊又是四面佛 Big C， 又可以看高空的夜景。拉瑪的強項在於海鮮，它海鮮是真的新鮮。QR code 點餐，所以你在桌上點完之後，它會送過來，我覺得尊榮感是有就不用到處一直去拿。而且在飯店裡面跟百貨公司的感覺又不太一樣，飯店又多了一種高級感。帶朋友來，帶他上去的時候，你假裝你住那邊啊，沒有啦，我剛好有睡的地方在樓上。對，我剛剛就只是剛吃完早餐，換個衣服，洗完澡下來，帶你們吃個午餐嘛。對，結果沒想到我根本沒住那邊，因為裡面真的超高級的。你來泰國，你不會去逛鄭王廟、臥佛寺嗎？一定會。那這間，如果我今天帶長輩來我可能會選他來這間，因為他可以逛愛康石樣道上面之外。馬上就可以滿足他的五臟廟。那我再來補充一點，愛康石樣真的是我們目前看過我覺得最雍容華貴的百貨公司。帶朋友，你帶你的家長、帶長輩來愛康石樣，他們絕對會哇哇哇哇哇！這三間如果是你們的話，你會怎麼選擇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。那我們下期見嘍，拜拜！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